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，看看我今天又淘到了什么老物件儿。老版勇者指令系列的钢击度无限炮，哇，这个也是淘了好久。为啥呢？好多啊都是不带这个连接器的，毕竟它最终还是一个配件包，跟火焰打鼓奥能组合起来才是完全体。而且让我很满意的是，这一款的成色还不错啊，身上的电镀也是保存的可以的，毕竟这么多年的老物件了。哎，这一款有一个很好玩的点，作为一个牛仔的设计呢，它还可以戴起一个小口罩，哎，有点意思啊！戴上以后的效果也是非常帅气。胸口的这个大牛头电镀亮闪闪的，牛仔帽上边的这个标志性的这斜三角啊，很好看。肩炮，哇！而且其实相对来说啊，老玩具这一款钢击度的可动性也是在勇者里边设计的不错的。你看腿部这里竟然还有2段的关节，而且这一款因为年代很久远了嘛，这块很生涩，我也是上了一点润滑油，哎，玩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后边的背包也是钢击度的特色了啊，这个电镀的保存也是十分好的，很闪亮。哇哇！其实这一款很好玩的点是啥呢？它其实是一个4边的玩具，手收进去，炮立起来，然后裙甲跟这里往上翻，顺着胯部的关节先撇90度，然后膝盖这里的齿轮关节再往上撇90度，2个脚尖掰下来吧。哎，作为牛仔的造型，脚后跟这里还有这个马刺的设计啊。这回呢，翻到了底盘也变成了轮子，这里还有导轮，可以进行滚动。接着我们翻开一点，打开里边无损咬合的扣子，这块挺紧的。翻下来以后，肩膀这里又有2个咬合的扣点，把它锁上去。这一块后背的盖子翻下来，翅膀往后折。后方这里的这一块中间有十字的瞄准芯儿，立起来，2个胳膊收进去，打开卡扣折叠，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坦克模式。其实样子说起来还是挺抽象的，概念中的4边啊，而且这底下其实还是能推动的，因为有那个小导轮的存在。哎，然后下一步把这里翘一下，立起来，腿部继续往后掰。齿轮关节掰起来，顺着这个膝盖的位置啊，按动一下开关，然后滑道把它缩短，裙甲翻下来，这里边翻出2个轮子，起落架。好，后方这里呢，其实有一个锁扣，可以把2腿中间夹住，上方的驾驶舱再折叠放下来，这一块打开。垂直尾翼立起来，哦，就变成了所谓的飞机模式。连接器可以收纳在这个位置，但是装上以后特别影响美观，把它拿掉吧。哎，这个造型其实说起来看还不错吧，一个飞行大炮啊，哇，样子来说挺漂亮的，哼哼，而且尺寸十分的夸张啊，这玩意儿34公分左右。牛逼，老玩具啊，这个做工用料确实的好。还有一个模式呢，也是最后和火焰打鼓奥进行结合的地方，把这2块起落架收起来，然后对折变成握把，前方这里抠出扳机，后方这里机翼折叠，尾翼垂直的地方收纳，翻下来，把这一块瞄准器立起来。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限炮了。厉害的点在哪儿呢？其实它是可以发射子弹的，但是我买的这一盒呢，里边没了。这个其实就是那种大的粗粗的海绵软弹，撸的时候啊，真的就跟个喷子一样，把这里撸一下，上了劲儿了啊！你可以握在手里边，哇，成人大小的手握起来，是不是啊？这，
带劲了！还是老规矩，看一下铭文。95年的台版，台版和日版最大的区别呢，膝盖这里台版是贴了纸，日版这里整个是一个红色的膝盖零件，而且脑袋的部位啊，日版那里边缘会有涂装不同，面颊两侧这里也有涂装。但是不论哪个版本，不影响把玩，而且能保证这个电镀还保存的这么好的，其实这个品相挺满意的了。哎，然后主要的玩法来了。打开火焰打鼓鏊的后边，延展开这个连接器。其实这个连接器啊，在当年的老玩具来说，已经用到这种韧性材质，也是因为这块太吃力了。把它先跟后方的这个扣子锁上，两侧这里还有无损的咬扣跟大腿结合，通过侧面插进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上劲儿，瞄准，发射！对，没错，传说中的无限炮开炮的后坐力就这么的强劲，也是到了动画后期，只有金利打鼓鏊的那个机械臂支撑在地上，才能抵得住这一炮的一个巨大后坐力。不管怎么样，总的来说，能把这款品相不错的无限炮收到手，个人感觉还是很开心的。当然，后面的金利打鼓鏊也收到了，还在海上边飞着。等到了以后，我们最终来做一个大合体吧。那么这一节的老玩具回顾就到这里，好不容易收到的啊，真的圆了儿时的梦想，太棒了！4遍的玩法以及真实发射的这种感觉，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强大的后坐力。哦呦，满足了，满足了，满足了！